不错，你既知这些，还敢乱下赌约，当真是为了拖延时机，信口胡言。这位道友莫急，我此前想了许多办法，尝试了许多法子，最后都放弃了。我之智谋也比不过远古上古那么多的高手，这般结论自是难以推翻。但我及时换了一个思路。各位请看，大城四面城墙处是不是多了一些人影？殿内四黑影与冥河老祖同时探查各处，正如李长寿所言，各处多了10数道身影。粗犷男声问：是又如何？此地有本源肾气，却无幻肾这般凶兽，你们的肾气似乎数量有限呢。这是幽冥，幽冥有地府，那地府之中最多的是什么？魂魄。拄着长枪的黑影直接抢答。说实话，此地你们当真选错了。这里是血海最深处，物极必反，少了血海污浊，多了许多清气，让普通的魂魄也可以在此地逗留。他话音刚落，四面城墙上那些人影同时出手，定睛一瞧，这却是4位阎君各自率领14、15名判官，此刻齐齐出手，立起四方鬼门。鬼门开，阴风漫卷，整座废墟大城在瞬息之间被一道道虚影填满，而这些虚影有半数直接低头昏睡，半数迷茫无措地看向各处。地府特产男女怨魂。4位阎君与判官立刻施法，不过瞬息阴风再起，将无数的魂魄收回鬼门之中。而后4位阎君扛起鬼门，扭头就跑，立刻遁入血海，一溜烟就消失不见了。李长寿打了个响指，太极图下的太乙真人盯着9龙神火罩缓缓飞出，前方100丈，毫无异样，背着手站在空中。肾气耗尽了。见此景，殿内那4道身影几乎同时出声：怎会？这不可能！用无尽怨魂耗尽肾气，高明！冥河老祖狰狞的面容无比阴沉，双目之中迸发出浓浓的杀意。李长寿指着那一朵12品红莲：道友，这红莲该归我了。你做梦！本座自有信誉在，何其刺耳啊！肾气已无，你已无胜算。若你此时认输，我或许可以给你几分体面。黄口小儿，就凭你！冥河老祖双目之中满是疯狂，圆图剑龟壳悬于身侧，双手结出繁复印记，身周迸发出耀目血光。12品红莲花瓣轻轻震颤，其上泛起层层诡异的道韵。血神归元！霎时间，大殿之上那一道血色光柱膨胀数倍，爆发出一层又一层波痕，整个血海响起诵经声。就在这一座大城外围，此时正与越来越多道门高手交战的修罗族众高手，但凡金仙境之下者，双目竟也泛起了红光。血海之中，密密麻麻的修罗如同疯魔一般，拼尽全力朝着光柱涌来。城中废弃大殿侧旁，铁扇双目开始有些红光闪烁，但他腹中有一颗灵丹悄然化开，让他双目迅速恢复清明。与此同时，铁扇仿佛听到了头顶传来的一声声呐喊：我想活着！为什么要吃我们？我想活着啊，老祖！老祖，我想活着！放过我们！我们永世追随您！这呐喊十分的惶急，像是如梦初醒被毁灭时最后的呼喊。老祖！少女铁扇跪伏在那儿，不断的磕头，她颤声喊道：铁扇愿献上元神道躯，请老祖放过族人们，请老祖您饶过族人们一命，求求您了，大家只是想活着。混账！冥河老祖暴跳如雷，左手对着铁扇一抓，这银发少女直接被他射来。
摁住额头，一缕缕元气迅速地脱离铁扇的道躯，被冥河老祖吸纳。冥河老祖骂道：你们有本座造化，有本座赋予，都是本座给予你们性命，而今本座不过是收回来。铁扇那一双赤瞳之中满是绝望，感受着自身的元气被抽离，浑身不断颤抖，却并未挣扎。见此状，李长寿在旁边淡定地道了一句：冥河老祖，我劝你最好不要伤他，不然今日你再无半点生机。冥河老祖目中凶光毕露，下手却是有了迟疑，暂缓吸纳铁扇元气。不知何时，场中的节奏完全被这个实力不过金仙境的水神化身掌控，以至于他此时开口，冥河老祖四道黑影都全神贯注地听着。单单只是怨魂魄肾气这一点就让他们震惊。其实冥河道友与四位道友搞错了很多事。首先，洪荒已非上古，而今是天道建立秩序的年代，你们想趁着这一次大劫让冥河复生，完全就是自寻死路。我估计你们也是被人游说，那人我就不提了。再有，我的化身来此地并非是为了拖延时机，而是转移各位的注意力，让四位元君有机会放出怨魂，破解瘴气。他们现身时，各位是否都忘记出手，只顾得惊讶了？还有第三件事和第四件事。先说第三件如何？李长寿话语一顿，冥河老祖四道黑影屏住呼吸，已经是要齐齐出手撕碎他这一具指道人。李长寿笑了笑，此时此刻我确实是在拖延时机。话音未停，一束金光在李长寿的肩头闪过，前方乾坤泛起了道道涟漪。这突如其来的金光在其他四道黑影尚未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是扑到了冥河老祖身前。只是一瞬，冥河老祖左手旗根被斩断，铁扇的身影消失不见。冥河老祖身后方向，大殿的断壁出现了一只鸟形缺口，随之这断壁轰然倒塌，金翅大鹏鸟于1000丈之外显露身形，将铁扇护在身后，又用仙力塞了几颗灵丹进入铁扇口中。而后金翅大鹏鸟看向那道持有小鹿神枪的黑影，狭长的目中满是怒火。冥河老祖眯了眯眼，此刻不惊不怒，反而面露不解，断掉的左手缓缓凝成，道道星辉洒落，竟将冥河老祖衬得有些神圣。他疑惑道：你为何偏要救他？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们的第四件事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各位不如先看看此时各处局势如何。话音落下，李长寿的这一具指道人侧过身来，殿门之外，青牛、太乙真人、琼霄仙子同时抵达。而在城池外围，数十道身影冲天而起，阐教赤精子、黄龙真人、云中子、巨留孙、灵宝大法师，12金仙又至7位，福德金仙来了4位，截教乌云大仙、龟灵圣母、金箍仙、秦天君、火灵圣母、金光圣母、赵天君，各仙岛高手来了20余位，其外更是有数百截教仙在摆阵，一股股威压落向这座大殿的废墟。李长寿的指道人含笑而立，此刻的白眉白发老神仙模样更增几分飘逸。毫无征兆的，那4道躲藏在大殿角落的黑影突然就翻身急冲，他们直接撞碎几处墙角，朝道门仙人尚未合围处分头疾驰。已经是在最短时间之内做出了取舍，立即退出此事。可惜啊，为时已晚。这4道黑影一动，金翅大鹏与周遭10数位高手立刻前追后堵，在血海底部掀起大战，各个方位竟都有道门仙人现身，达成天罗地网之势。李长寿看都不看外围，只是注视着此刻反倒是面容无比冷静的冥河老祖，以及远处孤零零的铁扇。一缕神念落于铁扇身上，
冥河老祖平静地问道：“第4件事为何？”在道友看来，我花费了这么多口舌，用了这么多心思拖延时机，谋算布置，是为了对付道友？不是吧？自然不是。若要对付道友，我只需引动天罚。说到底，你不过是为了红莲而来。哼！本座且将话落在此处，红莲与本座已融为一体，你若想得红莲，便必须保住本座。道友，你果然老了，色厉内荏，令人发笑。你如果不去伤那些人族魂魄，我对你自不会缺对前辈高人的敬重。既然你已经做到了这般地步，我今日也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我费心除掉周遭这些肾气，是为了能救下这位修罗族的公主铁扇，也就是你名义上的女儿。我之前对你说这么多，其实并不是说给你听，而是说给你这个女儿听。抱歉，你在我今日的计划之中并不重要。李长寿缓缓向后退步，脚下却有一缕水蓝色的道韵飘过，将大殿完全笼罩起来。本体双目满是神光，殿中的指道人却在袖中拿出了一只法器光球，取出了一只有点熟悉的魂魄。神通，万物均衡。冥河老祖双目突然瞪圆，自身的气息突然锐减近半，那书生的魂魄突然闪耀起了璀璨亮光，膨胀作常人大小，正错愕地低头看着自身。随即赶紧捂嘴，抬头看冥河老祖的时候，禁不住瑟瑟发抖，躲去李长寿指导人的背后。李长寿话语不停，继续心平气和地讲述着：冥河老祖，我把你这个女儿主动送到你手边，便是让她离你近一些，看清你的真实面目。她对你有一种盲目的尊崇，觉得命途的意义就是为你而生，这不利于她今后之路。所以我布置了这一切，甚至刚才耗费不少心力，对你施展了这般神通。忙活这么多，只是想替我人教一位师兄，告诉他一个旁人都懂的道理。一把灵宝利刃自冥河老祖背后刺入，穿透冥河老祖前胸，戳在那一朵12品红莲的一只莲瓣上。冥河老祖眉头紧皱，脖梗有些费力地扭头看去。他此时不过是虚影，自不会受伤，但是目中的错愕与愤怒却是完全做不得假。一名少女，银白色的长发，此刻保持着低头俯冲的姿势，左手反握剑柄，右手摁在剑柄的末端，头顶还有一只小塔的虚影。冥河老祖双目瞪圆，片刻间，金翅大鹏鸟去追杀那4道黑影时，铁扇双目无神地跌坐在那儿，任凭灵丹药力在体内扩散开来。一缕传声钻入他耳中，在他身旁仿佛出现了一道虚影，这虚影在缓缓踱步，低声说着一些话语。还没明白吗？你所憧憬的老祖就是这般，你的命途难道就是成为他的养分？就算你心甘情愿，看看你的族人吧，他们没有任何机会去反抗，只能够接受这个下场。失去神智的涌来此地，真灵都不曾留下，只能在最后一刻哀求。铁扇，只是想着牺牲自己，真的够吗？我又能做什么？一缕阴阳道韵流转，一把长剑落在铁扇面前，其上锈迹斑斑。命这种东西一直在自己手里，像你们这些一旦被神通控制就身不由己的生灵，唯一的自由就是在被控制之前选择生或者死。死？
你怕吗？我不怕，但我要救他们，我想救他们。那去吧，向前看，做自己的选择。铁扇抬头看去，看到了冥河老祖满是血光的背影，身体轻颤几下，又低下头去。一声轻叹，他身周的虚影渐渐走远，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族人消逝前一瞬传出的呐喊。唯一的自由就是选择生或者死。我要救他们，我要救他们。起身，铁扇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的力气，他在不断的前行，步伐渐渐迅速，完全没有察觉到周遭出现的几股道韵：太极图道韵、玄黄塔道韵、乾坤尺道韵。一步，两步，命这种东西一直在自己手里，一直在自己手里，一直在自己手里。那个脊背出现在眼前，手中锈迹斑斑的长剑。老祖，我不想死。铁扇喘着粗气，呼吸凌乱着。他慢慢抬头，看向冥河老祖的侧脸，